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集咧就係經典車嘅保時捷系列嘅最後一部車啦。咁既然做得最後一部，梗係攞一部現代少少嘅款啦。咁今次咧，我哋就會攞一部 Fiumi 嘅 RWB 993嘅。咁我可以拎出嚟同現代嘅一啲我哋叫做合金車啦之間嘅工藝上面有啲乜嘢變化，以及對比下有啲咩唔同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我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日本嘅 RAV World Concept 咧，咁其實近年咧可以話係保時捷改裝界入面嘅大佬嚟嘅。咁佢哋嘅創辦人中井咧，可以話係日本嘅匠人級數啦。佢嘅手工藝，大家如果喺 YouTube 咧都睇到唔少噶啦。每一個部分都係經過佢自己親自設計嘅。切割打磨所有嘢都不在話下啦。咁其實佢後生嘅時候咧，中井係玩 AE86 嘅漂移賽啦，亦都奠定咗佢喺日式嘅 wide body 嘅改裝狂野風格嘅。喺1990年嘅時候咧，都完成咗佢第一部嘅保時捷930啦。令到世界譁然嘅當時嚟講亦都更加登陸咗東京改裝展啦，令到全世界人嘅焦點都去咗佢度嘅。咁其實本身一開始咧做 RWB 咧係要將你架車咧運去日本咧，由中井去親自改裝嘅。到後期咧，世界各地嘅車主都好想得到佢嘅改裝呢一款車啦。咁於是乎佢就飛到去當地啦，按車主嘅要求同埋喜好去做一部獨一無二嘅RWB 啦。由值得留意嘅一個部分係咩咧？就係由外觀只會負責嘅啫，即係中井只係會負責外觀嘅改裝啦，而其他嘅配套咧、基建翻新咧就會交翻俾車主佢自己係揾翻當地嘅技師去做一部車啦。當然啦，亦都咁講，想擁有一部 RWB 咧，首先你就要有一部價值不菲嘅舊款911，例如930、964或者993作為一部基底啦。再安裝翻全套嘅 RWB 啦。索價大概成套嘢埋單咧24,000蚊美金起計嘅，未計人工、呔鈴避震等等啦。所有嘢咧玩完呢部車都去到7位數字噶啦。真係非常之誇張嘅一款車啦。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已經睇到成部車啦。其實呢一部車咧係 RWB 嚟噶啦。隻配色咧非常之特別嘅。值得留意嘅嘢係咩咧？每一部經過中井去改裝嘅 RWB 咧，佢哋都會有個獨立嘅名嘅。每一部都會有唔同啦。今次呢部車咧，其實係一部好特別嘅，我哋俗稱佢叫做小丑配色啦嘅一個紫羅蘭紫色嚟嘅。而呢一部車嘅車主咧，其實係喺菲律賓啦。亦都講下今次呢一部車咧，其實係源自於同一個我哋叫做都係喺菲律賓嘅一個經典牌子啦。呢個Shop for Fun 嘅。呢個俾大家睇下先睇到嘅，應該係啦。Shop for Fun 嘅。呢間鋪頭都係買一啲車仔啦。後期就同咗Fiumi 去做一個合作嘅。非常之特別嘅一款車啦。呢一款車咧亦都係限量嘅，而家亦都冇賣噶啦。整體嘅質素咧，可以話係真係可以睇得出咧。其實咧，你話金屬車同樹脂車咧嘅距離係非常之近，尤其現代款式嘅車啦。但係咧都會有少少一啲唔同嘅位置嘅。今集咧，我哋會整體所有嘢會講一次嘅，就唔會話分得太過仔細啦。等大家去欣賞下呢一部經典之作嘅。事不宜遲，開始啦。好啦，嚟到車頭嘅部分啦。其實咧，對比起金屬嘅車款嚟講咧，整體嘅細節度嚟講，可以話係再高咗唔少嘅。喺一啲位置可以睇得出，其實金屬車依然都係同樹脂車有一定嘅距離啦。點解咁講咧？首先第一個點就係呢一個風刀嘅位置啦，非常之幼薄嘅。呢啲咧係一啲金屬嘅蝕刻件嚟嘅，大家可以見到啦，就會有啲特別嘅地方啦。做唔到嘅，呢啲可能真係要用樹脂先可以做得到。我懷疑啫，佢呢一個有機會係樹脂件，一體式嘅樹脂件，因為佢嘅貼合度非常之高嘅。第二點嘅位置就係當然就係呢一條膠條啦，我哋叫做一個防刮地嘅一個膠條啦。呢條膠條咧原來係有得
即係當如果你買咗呢部車刮爛咗，你可以獨立買個條，佢一掹出嚟就係嘅啦，係一個墊嚟嘅。咁值得留意嘅部分，當然就係佢有翻晒啲窩釘嘅位置啦，同埋咧前面呢一組紙咧，非常之靚嘅，佢係有翻金屬，即係佢個金色質感做得相當豐富嘅。咁另外咧，亦都講啦，對比起金屬車入面啦，我哋叫做中間嘅泵把嘅鐵絲網位置咧，相對地嘅填充物係多咗嘅，有翻鐵絲網嘅質感啦，上面嘅一啲小型嘅指揮燈以及一個進氣窿嘅位置呢度做得非常之靚嘅，呢度做得咁啊，可以話樹脂車獨有嘅一個質感，即係佢嗰個我哋叫做喺做圓邊位置嘅時候咧，對比起嚟講會變得更加柔順啲咯。咁你話喂，其實金屬車都有，當然啦，金屬車有嘅。咁但係你話要做到咁圓潤咧，我哋從呢一啲位置啦，我哋轉角彎位可以睇到佢嗰個弧形嘅位置咧，做弧邊位做得非常非常之靚嘅。咁第二點啦，我哋叫做車頭燈嘅部分啦，咁其實車頭燈部分咧都相當唔錯噶啦，咁但係咧可能都有連視，有少少嘅連視啦，咁所以裏邊有少少嘅模糊嘅，咁但係呢個咧唔影響我哋觀賞，依然都係保留到大部分應該要有保時捷嘅呢一個車頭燈嘅細節，可以睇到佢裏邊有兩反嘢非常之有深度嘅。咁其實基於翻啦紫羅蘭嘅呢一款咁特別嘅紫色咧，其實咧我知道啊嚇，其實過往咧係有第三方廠咧係有做過嘅。咁但係你話喂，嚟到樹脂車嚟講咧，我可以咁樣講啦，即係夠膽寫包單講啦，佢同原裝嗰部咧基本上係一致嘅。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叫做喺顏色嘅正確度嚟講咧，相對地樹脂車喺發色效果上面會做得更加正確嘅。而成架車用上咗紫色之餘咧，亦都用上咗個金色嘅點綴位啦。咁呢一架車命名為維多利亞嘅，咁喺呢一個位置嘅字體咧，亦都係非常之有金屬質感，可以睇得出有少少輕微嘅金屬粒子添。咁呢啲咧亦都係樹脂車所俾到你嘅一啲特別嘅位置啦。另一點我哋叫做弧位嘅位置嘅，咁其實金屬車咧同呢一個樹脂車嘅質感上面咧，最大分別反而唔喺前沙板，係喺後沙板嘅部分啦。後沙板嘅部分咧，相對地我哋叫做嗰個彎位咧係做得更加比起金屬車咧係嚟得更加優秀嘅。呢一樣嘢咧，亦都係過往咧係未有，即係點講，冇乜廠可以做得到，因為始終金屬車嘅廠咧，工廠去做一啲弧邊嘅收位嘅時候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好特別豐富啦，因為比較難啲嘅呢個位我都明白嘅。咁啊嚟到尾翼嘅部分啦，尾翼嘅部分咧，亦都係個鐵絲網嘅質感咧，可以話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好，對一對焦先啦，做得相當之好嘅，每一個窿嘅散熱網嘅位置咧，用放大鏡睇咧，依然可以睇到嗰個清晰嘅紋理，以及咧最尾嗰3行嘅散熱網嘅位置啦，同埋呢一個前面嘅我哋叫長方形嘅窿咧，係會有2種唔同嘅層次，呢一度咧係有還原得非常之正確嘅。咁另外啦，我哋去到最後尾翼嘅部分啦，尾翼嘅部分咧，其實相對地嚟講咧，又要對一對焦啦。好，係啦，尾翼嘅地方咧就做得更加之纖幼嘅，令你個感覺嗰個我哋尤其點睇咧，就係睇翻個尾翼嘅前端呢2個位置咧，喺個轉彎位個流線度嚟講咧，可以話比起金屬車嘅質感，當然啦，金屬車嘅世界入面呢一份都係膠件嚟嘅，咁但係咧相對地就會比較厚啲啦。大家可以睇下咧，即係我都咁樣俾大家睇到個效果嘅，睇先，好啦。好清晰嘅，相對地咧係更加幼細啦，以及有種輕盈嘅感覺，真係好似咧中井同翻。大家如果有機會睇 YouTube 咧，睇佢製作嗰尾翼嘅位置，嗰隻翼真係咁薄㗎。對比起之下就更加之優勝啦。好啦，嚟到車尾啦，咁其實車尾除咗尾翼啱啱講咗之外咧，呢個尾燈咧，我真係覺得真係屈機。有陣時候有啲位就係樹脂車做出嚟嘅位置，就係有一啲細節位咧。係真係無與倫比，尤其呢一個車尾燈呢個質感咧，相當豐富，通透度十足之餘咧，喺嗰個
紋理上面嘅處理可以話係一等一嘅完美水準嚟嘅。點解咁講呢？我哋可以睇到保時捷咧，其實保時捷咧後面呢一盞舊款嘅燈裏邊咧，最主要嗰啲直嘅紋理咧，呢度係完美咁樣呈現到啦，以及咧我哋叫做喺尾冚上面嘅嗰一條線咧，車尾燈呢一度咧亦都係做得，我睇下對唔對到先，對到啦，係啦，做得非常之豐富嘅，可以話係超正咯，我只可以咁樣講啦。咁你話真係都係仲有一段距離嘅，咁但係已經係即係對比起翻啦。你話如果你話對比起古典嘅車嚟講咧，好明顯地咧，現代車嘅差距咧的而且確冇咁大嘅，咁但係依然都係有嘅。咁啊，最後一樣嘢啦，咁啊整體嚟講咧，尤其 Tiling 嘅部分咧，亦都值得講少少嘅。其實咧，我睇翻佢真車嗰幅圖片，大家可以見到右上角個圖片咧，其實佢係一個金色襯呢一個紫色嘅。咁因為佢用咗紫金色嘅效果，真係好高級嘅感覺啦。咁但係呢隻金咧，我覺得略然有少少遜色咗嘅，因為咧，如果佢做得再金多少少，就可以同真嗰款一樣。同埋佢個車鈴咧，我唔知係咪啦。戴咗頭盔先係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你話落差係咪好大咧？絕對唔係咯，咁大致係咁咯。好啦，咁大家咧睇晒成條片啦，咁又到咗月底，咁其實咧都過咗呢輪咧，我都唔知究竟係外圍因素定係內圍因素啦，咁。無論喺任何嘅各行各業啦，同埋一啲圈子入面都比較靜。我唔知大家有冇呢一個諗法啦，例如係模型 group 或者各樣嘢都係比較少咗人嘅。咁係咯，呢種感覺究竟要幾時先再好返啲呢？我亦都唔知。咁但係即係而且確我都會有少少情緒嘅。咁但係就當然啦，我唔想喺度講話哇咁喺度放負咁樣啦。始終我係一個車仔嘅頻道啦，咁希望之後可能下個月會好啲啦。咁因為我自己都會諗下，喂，其實我都冇車講啦，咁我會唔會睇有冇啲咩特別車再拎翻出嚟講，或者點樣？即係籠底度抄啦。咁但係就係咯，但係即係個大環境令到你都會爭啲咯，係咯，唉。其實我都想知道大家點睇，如果你哋都有興趣嘅，不妨留言話我知啦。咁究竟睇下係咪我問題啦，定還是係點樣啦？係咯，唉，大致係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